妈妈，这个花盆真可爱。这个花盆妈妈花了好多钱买的呢。好多钱是几个钱？可以买很多玩具的那么多吗？那还是你买玩具的钱多一点。哦，那我下次少买一点玩具，给你买多肉的花盆吧。谢谢儿子，妈妈很感动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好马配好鞍，好肉配好盆。一棵品相好的多肉植物，要配上一个合适的花盆，相得益彰才能衬托出它的美。一颗不起眼的肉肉，配上一个合适的花盆，也能化腐朽为神奇，成为美肉。今天花花就来说说多肉花盆怎么选择，什么样的花盆才衬得出你的多肉很高级。这也是个重要的知识点，能提升你养多肉的乐趣和美感。小本本准备，捞钱的小手手开始记录吧。1. 从花盆的形状选择。连座型的多肉植物是可以百搭的，圆形盆、方形盆、异形盆皆可，但是如果花型又大又圆的特征很显著，还是适合圆盆。球形的多肉推荐配圆形花盆，配方盆也可以，但如果上方球形又大又圆，圆形特征显著，则圆盆最佳。而像一些棱角分明的群生或者缀化的多肉植物，适合配方形的花盆，这样会更能突出肉肉棱角的美感，增加视觉冲击力。比如梦幻乐、圆柱麒麟等群生品种，配以方形盆，颇有传统树桩盆景的神韵。梅花瓣形紫砂小盆，配上缀化的朝霞，相得益彰，珠联璧合。而像桃之卵等胖乎乎的卵形叶片的多肉植物，配以圆润饱满的大肚花盆，更能体现它们的萌态。那些形态各异的多肉植物老桩，配上做工考究、古色古香的异形花盆，则会是一件非常有韵味的艺术品。长颈、铅筒形的花盆，适合养一些挺拔的老桩或者身材高挑的多肉植物，这样更能衬托出肉肉的俊秀挺拔。但是这类花盆因为盆口较小，盆身较长，透气效果不是很理想，一定要注意配土。椭圆形、长方形的中大型盆就最适合做多肉拼盘了，一道道色彩绚丽的拼盘，怎能不让人垂涎欲滴呢？2. 从花盆颜色选择。从色彩方面来说，多肉植物与花盆也可以用反差法来搭配，即深色的肉肉宜用浅色的花盆，淡色的肉肉宜用深色的花盆，这样搭配的效果是色彩互补，能够让人眼前一亮。当然也可以用相近的色系搭配，比如暖色系的橙色多肉植物可以搭配橙红或者橙黄的花盆，搭配的效果会给人一种比较温馨和谐的感觉。而比如蓝色的冷色系多肉与灰蓝花盆搭配，则会给人一种淡雅和宁静的感觉。容易出状态的多肉植物可以搭配浅色系花盆，更能彰显出多肉叶片的颜色，比如米色或者白色的花盆。而叶片经常呈绿色的多肉植物，可以选择深色系花盆，比如黑色、褐色等花盆。当然也有红黄蓝搭配的说法，因为红、黄、蓝3原色是3种最基本的色源，由它们可以幻化出万紫千红的色彩。因此搭配花盆时，将花盆花配成红黄蓝、红黄绿或红白绿等等，会有十分绚丽的效果。3. 从花盆大小选择。多肉植物的根系一般都不是很发达，如果盆土过多，水分一时半会挥发蒸腾不了的话，很容易导致烂根。所以给多肉植物选择花盆，一般是本着宁小勿大、宁浅勿深的原则。小盆不但有利于多肉植物根系的呼吸，而且与娇小的肉肉搭配本身也能体现小而精致的风格。花盆大小，以花盆的边缘超出植株的叶片1到2厘米为最佳。大部分多肉植物属于浅根系植物，所以在选择花盆的时候，不要选择太深的花盆，无论是排水性还是透气性，都会影响到多肉植物根系的生长。一般选择5至8深度的花盆即可。但是像玉露这样的品种，萝卜根会长得长一点，在选择花盆的时候，选择稍微深一点的花盆，但是深度不宜超过15厘米。4. 从花盆材质选择。瓦盆的渗透能力强，而且透气性又好，不用担心浇水之后不透气，水分闷在花盆里，影响根系。而小苗期对花盆的选择，很多花友都会使用塑料花盆，因为塑料花盆不但价格便宜，而且搬动起来很轻，省力气。不
不过，塑料花盆的透气性和渗透能力一般，浇水之后要注意通风环境。而且有些塑料花盆经不起太阳直射，可能一个夏天下来，花盆的边缘会风化，手拿的时候会碎掉。萝卜酸菜各有所爱，有的花友则爱使用陶盆，不论是渗透能力还是透气性，综合评分都还好，但陶盆容易破碎，而且沉重，来回搬动不方便。而想要有创意个性一点的话，则可以选择木盆搭配有种田园风的风格。但是在种植过程中，难免要给多肉浇水，浇水之后水分渗透到盆底或者盆壁，都会对木盆造成损伤。所以利用木盆种植多肉的寿命太短。5. 收集和 DIY 花盆。有很多时候，肉友们都会遇到有肉无盆的状态，或者有肉也有盆，但是总觉得搭配的不是那么理想。所以说，平时注意收集一些美观、艺术的花盆，也可以将平时一些别致的器皿进行 DIY 改造。这样不但可以随拿随用，也会更深层次地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。比如不要的葫芦、杯子、酒瓶、漂亮的餐具以及瓶瓶罐罐等等，都可以收集起来。还有一些园艺爱好者使用牛仔裤、鞋子等来做花盆，也是很有创意的。人们可以收藏花瓶用来插花，收藏紫砂壶用来泡茶，为什么不可以收藏花盆，用来栽培各色各样的多肉呢？就算不栽花，陈列起来也自有一番艺术情趣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，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就用你捞钱的小手给我点个赞，加个关注，并多多帮我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